Hello， 神剧亮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哲远。大家好，我是梁洁。网友们都说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是打造氛围感的神。你先说。拍摄的时候确实是很有氛围感，看到我们剧组搭建的场景很逼真，可能是他们路透拍的好吧，也像刚刚梁洁老师说的，就是你不要叫老师行吗？像冉冉刚刚说的，我们整个剧组从美术、道具，然后制片部门、导演组都感觉非常的用心。第一天到搭建的东国的场景的时候，感觉真的好像走进了书里的东国，会让我们更有这种真实的氛围。也希望可以在看剧的时候，能让观众朋友们也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会辜负他们的用心。有看到一个你在打我的，对，就这样的。我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在做这个动作的。你当时在干嘛？在喝可乐是吗？我这个戏就喝了2次可乐，好像都被拍到了。喝可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大家都说李赞是现偶的神，他对你来说有没有特别之处呢？李赞应该是我目前演的角色里面心理年龄算是最成熟的一个角色，他的职业背景跟他身上发生的事儿跟我们现实生活还是差距比较大的，可以跟着李赞一起去感受他所感受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尝试，我也很开心。演员的设定是一位战地记者，你之前也有演过类似的职业设定，这一次有没有什么新的体验感？之前饰演的生生，他是一个文娱记者，就像你一样，主要的领域是文娱项的嘛。宋冉其实涉及的范围要更广一些，演了这个角色，我才知道，其实记者是一个非常全能型的职业，他自己就是一支队伍，尤其是在像东国这种条件有限的环境下，刷新了我对记者的认知的。剧中李赞有自己的专属坐骑是摩托车，拍摩托车的戏份感觉怎么样？那个摩托车马力太小了，差点。他的车技还是不错的。是的，可以，他开车还可以，开那个手动挡的汽车还可以。手动挡？你在戏里不是开那个手动挡的吗？你那辆汽车也是手动挡的吧？自动挡，他们改了。啊，但是那辆车没有刹车。怎么可能？真的没刹车？你怎么看？没有脚刹，只有手刹。停的时候，要不然就得人拉，要不然就得拉手刹。因为我看他们停的时候都得用脚刹，一只脚在外面用脚刹。是那个蓝色的小车，他们要开着门，但是他不会那个开得很快的。观众们都说你把宋冉诠释的连头发丝都很有气场。我觉得冉冉是一个连头发丝都很温柔的女孩，对吧？没有刻意展现什么有气场的，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干练吧，但我觉得冉冉身边的风还是温柔的，总体是温柔的感觉，干练的温柔。关于白色橄榄树传说的设定，给我们聊一聊你们的理解吧。这个场景出现之前的一场戏，其实是我们路过一个荒村，看到了很多难民，给他们发放食物。因为我们带的食物非常有限，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无力且绝望的，往回走的那段路上就很沉默，也在思考着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在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片白色橄榄树，它其实是海市蜃楼嘛，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心里，包括在我本人心里，它就是代表着希望，代表着和平。无论我们我们去把那个索隆救出来。在西亚上救护车之前，宋冉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苹果，
递给了西亚，说让他跟索隆一起吃。对，等索隆醒了一起吃。苹果是非常昂贵，我们都舍不得买的。他们走了之后，冉冉就跟阿赞说不好意思啊，那个苹果本来是要给你的。阿赞听完笑了笑说苹果很甜。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同频的，他知道冉冉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是他的话他也会这么做，所以他也很能理解他。他好像已经尝到了这个苹果，可能已经超越了苹果本身的这个甜。我妈对于我本人来说呢，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少一点这些，阿赞能别这么一些心里面的伤会比较。你觉得哪一个最帅是吧？我啥时候都挺帅的啊，对，就是他身上脸上脏脏的有伤口，他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受伤了。不止我，包括宋冉，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生活，身上大大小小都会有很多伤口。我们只是拍戏而已，就经常会手这儿破了那儿破了什么的。刚开始的时候，冉冉他手破了，他还可能想要遮一遮，就是他在拍戏的时候受伤，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不用去遮啥，因为这个是他的勋章。冉冉对李赞的心动契机和表现分别是什么？其实他救了我非常多次，总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第一次应该就是我们出狱的时候，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阿赞的眼睛，他就是全副武装，他只露一个眼睛，很干净很清澈，尤其是在我受到那种极度惊吓的状态下，我看到他的眼睛其实是会给我镇静抚慰我那颗激动的心的那种感觉的，会让我很有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声音吧，他说的话，他一边在剪那个线，一边在拆地雷，然后一边在跟我说话，他甚至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跟我开玩笑，让我放松，让我不要那么紧张。当时就会觉得阿赞这个男孩是很温柔，然后又有一点点幽默，又很干净，所以冉冉对阿赞是一见钟情。我给他讲过一个故事，你记得吗？哦，我睡着了。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这个。对待这个世界，我想起来阿赞有一句帮为宋冉的时候说的那个话，我们在看白色橄榄树那里，你做的这些哪怕纸或笔不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应用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所有的这些付出，可能我们认真拍戏，努力拍戏，努力想要呈现得更好，可能有时候不会达到我们的预期，但是这些东西哪怕大家不知道，哪怕纸或笔没有记下来，但是它就是真实存在发生过，这片土地都会有意义的做的这些事儿。阿赞 PTSD 以后的戏份现在有拍到吗？拍下来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前2天其实有拍到，在医院里有拍到一点。拍那一段戏的时候让我很难受，我可能老是会跳出来，会以我陈哲远的视角在看这个事儿，就可能演着我就有点演不下去了，就会我们本人会很心疼这个角色，很心疼阿赞，很心疼冉冉，会觉得很难受。一堆这么美好的人，他们要承受这些东西，很难受。听说转场去拍后面你生病的部分还要断食？没有啊，你别给我瞎说啊！到中午还真不能吃饭了。肯定会有很多健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剧里面有很多比较硬核的穿搭，有没有很喜欢对方的穿搭？这我也很好奇。嗯，就没空我来拿一下。没事，我换人。
我最喜欢的衣服，我觉得不难猜，大家应该也很喜欢，就他穿军装。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身黑色的，全黑色的那个军装。对，但是这个，对，我觉得穿制服的男生就是很帅气。那我很好奇，你觉得我哪一身衣服比较好看？说实话，可能因为女孩子嘛，就觉得穿的衣服够不够好看什么，但我就觉得你每一套衣服都挺好看的。就这个好看，它不是说那种什么多时尚、干练，然后很干净、简洁又很坚韧的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宋冉的造型都蛮舒服的，很自然，不加修饰的那种，我也很喜欢。我喜欢我不穿衣服的那场戏。好出狂点。没有，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上半身。男生练完之后都会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可能2个星期不练就没了。有那场戏在，可能我以后7老8十了还能拿出那场戏给我的孙子他们来看，爷以前有过肌肉的。